我睁大双眼，那是一个满脸血迹的女人。紧接着，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仿佛1万只手机同时响起，所有人的通知铃声都响起了。眼前的刺激还没完全缓过神来，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为手机上弹出来的消息惊呼。国内多地发生不明状况的袭击事件，原因正在排查当中。若无必要，请民众切勿外出。尸潮爆发时，我在一家百货大楼里。我和林韵恋爱3年，今天第一次见她家人，总得拿出点像样的东西。眼看她不耐烦了，我咬牙摘下一盒标价8999的燕窝礼盒。忽然，头顶传来防空警报声：警告！警告！我们正在面临突发安全事故，为保障大家的安全，请所有顾客待在原地，不要移动。我和林韵对视一眼，超市里能发生什么安全事故？如果是火灾，难道不应该通知我们有序撤离吗？我有些不安，眼看人流都在往出口涌，我牵起林韵的手，飞奔过去。当我们来到出口时，看见的是一排不锈钢栅栏，这里挤满了人，更多人正在从电梯上下来。其他几个出口的情况估计也差不多。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纷纷议论着现在的情况。我挑了个空旷的地方，忽然听见一声巨响，有什么东西正在撞击那扇栅栏。我睁大双眼，那是一个满脸血迹的女人。紧接着，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，仿佛1万只手机同时响起，所有人的通知铃声都响起了。A 城发生精神失常者袭人事件，虽是发生大规模暴乱，原因不明。国内多地发生不明状况的袭击事件，原因正在排查当中。若无必要，请民众切勿外出。砰砰砰！那女人还在用脑袋撞栅栏，不知疼痛。我看向林韵，从她的双眼里捕捉到了一丝恐惧。她用力攥紧我的手。那个女人撞击的力度足以让正常人晕过去，可她还在撞着。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，另一个男人加入了。我赫然发现那个男人的肩膀血肉模糊，像被什么东西咬过似的。挤在栅栏前的人朝往后退去，卷闸门落下来了。一声巨响后，撞击声变得微弱。超市的扬声器再次播放，请各位顾客不要惊慌，我们已在第一时间关闭了所有出口，工作人员会尽快赶到各处，请大家待在原地。我说：把你的包给我。林韵露出疑惑的表情。我一把抢过她的包，倒空里面堆积如山的化妆品，跑向2楼。在这种时候，谁最先行动，就能抢到一丝希望。来到2楼以后，我跑到烘焙区，往包里塞了一堆面包。已经有零星的人折返，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。能想到这一点的人，当然不止我一个。我是南方人，小时候经历过洪水，深知物资在灾难当中的重要性。那时候我一家人被困在屋里，几乎弹尽粮绝。那些拥有食物的人哄抬物价，我们只能用几十倍的价格去买。如果我们困在这家超市中，物资就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当我们回到楼下时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人群围成一个圆，圆心站着2、3个保安。说话的那个保安剃着利落的寸头，精干身材，看站姿似乎有过训练痕迹。他说：情况紧急，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刘志，是大发超市的保安负责人。大家可以放心，第一个疯子闯安保的时候，我就启动了紧急措施。现在所有的开口都封闭了，这些门是没办法用人力突破的。这时候一个声音插进来，打断刘志的话。我这才发现电梯出口处站着4、5个肌肉男。肌肉男说：我是5楼健身房的教练，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？如果只是一些疯子，我们完全可以对付，没必要把所有人都关起来吧。刘志挑眉：你没看新闻吗？这可不是什么暴乱，他们是感染者。感染者？手机收到的推送太多了，我连忙找到这一条。据权威部门发布消息称，那些不知疼痛的袭击者是被某种不明性状的病毒感染了。这种病毒的感染性不强，仅能通过血液和窗口传播。我天，真是生化危机了！打断肌肉男的话后，刘志继续说：还不知道情况什么时候能平息，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封闭超市，
直到外界安全为止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会免费供应食物和饮水，超市的仓储足够支撑2、3个月，请大家放心。刘志介绍完情况后，急忙赶往下一个出口。在保安队的安排下，食物配给从第2天开始。困在超市里的人有300多，按刘志的说法，仓储足够支撑2、3个月，但这是建立在最低限度下的情况。我们每个人每天只能领到2瓶水、2个面包或者方便面，只让人吃到半饱。我和林运把窝安在1楼的一家运动服饰店，我抢了2只睡袋。我让林运不要把食物的事告诉其他人，每天都偷偷用第1天抢到的面包加餐，勉强保住了生活质量。和我们一起挤在这家店里的有3、4个年轻人，其中有一对情侣。那女的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每天都把自己的面包让给男朋友吃，说我瘦，吃不了这么多。男的还真吃，渣男。晚上大家都睡了，看那女的饿得翻来覆去，我偷偷给她塞了1个面包。所有人的手机都没有信号了，似乎是因为附近的基站被破坏了，但我还是相信纷乱会很快平息。第2天，我来到超市领取食物，超市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。那几个肌肉男从后面走过来，习惯性地推开了前面的人，没人敢说话。带头的那个肌肉男叫秦轩，他是最早插队的。那时候有几个人反对，被他揍得亲妈不认。保安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们似乎不管这些。只是今天情况不太对劲。秦轩拿到2只面包以后，皱起眉头，每天就吃这，喂鸡也不够。保安，不想吃就靠边，你不吃，有的是人吃。秦轩，这些东西是你家的，就这么横。保安瞅他一眼，掏出甩棍，在手上掂量着，怎么就你这种货色，每天插队我没管，现在还想得寸进尺了。按理说秦轩应该识趣了，但他反倒更加凶悍，这给我一种感觉，他们似乎早有预谋。秦轩推了那保安一把，保安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几个保安连忙围上来，和肌肉男们厮打在一起。这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句，愣什么，冲啊！我被人挤了一下，坐倒在地上，立马反应过来，我跟着人群冲进超市，扯了一只篮子，看见什么都疯狂往里塞。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大概有一阵，超市里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却没有过分贪心，离开超市。货架上的东西抢光以后，他们就会瞄准别人兜里的东西。回到运动服饰店后，我从篮子里掏出一盒速热火锅，扔在林运面前的地上。看你老公牛逼不，都让你吃上火锅了。他大叫一声，看也没看我，端起盒子就拆。没想到一盒火锅都能让他这么开心。我倚着墙坐下来，额头上热热的，擦了一把，全是血。我苦笑一声，回头看一眼，那女孩和她的男朋友抱膝坐在橱窗前，眼巴巴看着我。我想了想，扔了一袋火腿肠过去。夜里没看清，女孩长得很好看，是那种初恋长相，一刹那让我晃了神。女孩，谢谢。林月已经泡上火锅了，她瞪了我一眼，对我的大方表示不满。你们是哪里人？男孩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女孩说，我们是大学城的学生，是来这里吃火锅的。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我叫赵诺诺，他叫李飞，他是我的男朋友。李飞说，这些都是你从上面带下来的。说着，他站起身。我摇头，别去了，晚了。我离开的时候，超市的东西已经差不多被抢完了，下拨人扫个尾，剩下的只有一地垃圾。这时候去，你只能看到人间炼狱。如果说之前大家还有忌惮，那些肌肉男则打破了最后一道文明的枷锁。他们告诉所有人，这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。我对人性一向保持悲观态度，今后的日子恐怕不会那么好过了。当然，我不会把这些话对他说。在20岁不到的年轻人眼里，我的每一句劝告都带着爹味。年轻人露出一抹讥笑，没听我的劝，自顾自出了门。这时已经有很多人抱着收获从楼下跑下来，我透过玻璃橱窗看着他们，每个人都是同样兴奋，脸上挂着警惕的表情。我叹了口气，看向狼吞虎咽的女友。
之前的他从来看不上方便食品，他在小红书上找的那些网红餐厅，每一家的人均消费都超过300。是什么改变了他？我从货架上摘了几件卫衣，将刚才抢到的食物裹进衣物里。店里还有2个住客，都出去抢东西了。现在只剩赵诺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将几个藏着食物的衣服球分别藏进2个换衣间的顶柜和角落。做完这些工作以后，我回到原处，在睡袋上坐下。赵诺诺问我：“叔叔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？”我晕，我今年才28。我又看向窗外，那些抱着食物飞奔的人们，让我联想到丧尸。我叹口气，我不知道，网络已经断了，这说明维护网络的基站已经出事了。如果连网络都不能畅通，说明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。我劝你们趁着头几天多收集一些食物。至于我的猜想，我没跟他说。现代人很少有人见过灾难，但是在那场洪灾中，我曾经历过人性的考验。那时我全家被困在小区的单元楼里，洪水淹到了2楼。食物消耗完以后，我们没有等到救援，电话打不通，没人知道外面怎样了。整个楼里只有老刘家有食物，他是个单身汉，在楼底下的裁缝间开小卖部，家里囤了不少货。他原本可以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，让大家一起度过劫难，但他选择囤货居奇，把1桶方便面卖到了200元。我家的现金花完以后，再也买不起食物了。年幼的我对妈妈哭喊着：“妈妈，我好饿。”妈妈牵着我的手来到老刘家门口。我妈是小区里有名的美人，开门看见她以后，老刘的眼里掠过淫邪的光芒。妈妈让我在门口等她，一个人走了进去。那天他过了好久才从里面出来，抱着一堆食物。我依稀记得那天晚上，爸爸抽了一整夜烟。一想到这里，我浑身发抖。赵诺诺问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哥，他真聪明，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不该叫我叔叔。我没什么，接下来的日子会很不好过。你那个男朋友李飞。说到这里，李飞垂头丧气地从门口走进来，他的眼镜框碎了，衣服也被扯得稀烂，手里抓着半块可怜兮兮的吐司面包。他在赵诺诺面前坐下，狼吞虎咽起来，转瞬就吃光了。一帮人渣。他说，健身房的人在门口设了卡，每个出来的人都要把一半的食物交给他们，不听他们就打人。这才哪到哪呢，小子！大发百货大楼分为5层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。1、2楼是我们待的百货区，超市在2楼的角落。3、4楼是餐饮区，5楼是健身房和电影院的区域。哄抢超市事件发生后，短短几天内，这几块区域就画出了分割线。餐饮区是超市固有员工的地盘，因为餐饮店有些存货，那里的生活过得不错，据说他们甚至能吃上小炒。这块最吃香的地方由大发超市的保安队控制。健身房和电影院所在的5楼，则是那些健身猛男的地盘。他们对超市的洗劫是有预谋的，半数物资都落入了他们的手里，所以他们过得也不错。而我们这些普通顾客只能聚集在1、2楼的百货区里。我手里有一些存货，还算过得不错，但大多数人可没有，他们只能饱一顿，饿一顿。超市虽然封闭了，电力却依然在运转。按照既定的程序，空调每天马力全开。为了取暖，人们纷纷生起了篝火。这天，我蹲在店门口的篝火前，目睹一场闹剧。那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一身价值不菲的定制西装，腰上的皮带也是奢侈品。按常理，他这种人很难和普通人交流，但现在他正毕恭毕敬地站在一个年轻人面前，贪婪地望着对方吃到一半的法棍。这块表出去以后能卖10多万。他从手腕上摘下那块纯黑色的劳力士，递给年轻人：“换几条面包，半箱矿泉水，还不行吗？”那年轻人瞟他一眼，似乎有些心动。他说：“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出去？我要这东西有啥用？”土豪一咬牙，从裤兜里掏出一块钥匙：“好家伙，大奔！”他说：“车子就停在地下车库，你随时都能开走。”年轻人笑笑：“谁不知道？
地下车库封闭的晚些，困了几个感染者，我下去开你的车，不要命的。这消息是前2天从保安队传出来的。地下车库有几台冷链卡车，里面有不少食物，但没人敢下去拿，因为在尸潮爆发的第1天，几个感染者就从车库入口跑了进去。后来大门落下来，那几个感染者就被困在里面了。这时电梯处忽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几个穿着黑色保安服的人正从里面出来。我只是看了一眼，便溜回了店里。是刘志带的保安队。这些人不闲着，每天都借着巡视的名义下楼来查看情况。他们每次下来都带着一些食物，似乎很享受施舍的感觉。回到店里，我眼瞅着没人，偷偷取了2块士力架，食物袋只剩下3只，快要见底了。林韵披头散发坐在墙角，看见我过来，木讷地伸出手，我给他扔了1只过去。他看了一眼，又是士力架。每天都吃这种东西，是人过的日子吗？这时李飞和赵诺诺走进来，我连忙让他小点声。你知道外面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能吃饱肚子都不错了，吃吧。往日的他最爱漂亮，现在却蓬头垢面，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他。李飞和赵诺诺在离我们5米远的地方坐下，没过几秒，这小子鬼鬼祟祟地摸到我们面前，一脸谄媚地说：“哥，还有吃的吗？这几天我已经给过他不少了，他怎么还不知满足？”我说：“你以为我能变东西出来吗？”他压低声音：“谁不知道啊？你第1天就抢了不少食物，到处都藏着东西呢。”我心里一咯噔，朝赵诺诺看了一眼，莫非是他说出了我的事？但如果是他告诉了李飞，李飞肯定会来偷。我的那些东西都好好的，不是他干的。我说：“没有的话别瞎说。”门口传来动静，保安队走了进来。刘志负责手巡视一圈，眼神在林韵和赵诺诺身上停留的格外久。他沉着嗓子：“今天没什么情况吧？还能有什么情况？吃饱了撑的。”一个平时找不到存在感的小保安，这时候办起领导来了。我没理他，低头吃东西。身边传来女友的声音：“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？”我回头看一眼，他拨着鬓角的头发。刘志说：“还不知道，我们没有收到通知。但是请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障大家的生活和安全。”你保障？保障个屁！说完，他回头便走，忽然在门口停住脚步。他看着赵诺诺，看了好几秒，那眼神让我很不舒服。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个小卖部老板看我妈的眼神，他们的眼神一模一样。李飞说：“大哥，有吃的吗？”刘志没理他，转头便走。过不了几天，我们的食物就吃光了。2个年轻人有气无力地躺在墙角，他们饿坏了。我偷偷接济过赵诺诺，但我自己的食物也不多。吃完最后1桶泡面以后，我把这件事告诉林韵。我说：“老婆，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”她眼巴巴望着我，以为我在开玩笑呢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又不是多了 A 梦。多次保证没有说谎以后，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我就说：“为什么要来超市吗？全都怪你！你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这种人在一起？凭什么呀？我不配吗？我不配过上好的生活吗？”又来了，她每次生气都会说这些。和她在一起，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。刚买了她要的化妆品，她又看上了新的包。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看不见终点的赛狗，只能永远奔跑，无法停歇。我默默承受着，等待着风暴过去。5米外的赵诺诺望着我，不知在想什么。那之后又饿了2天，我饿到眼冒金星，肚子里直泛酸水，但我没办法。1、2楼的食物拢共就这么多，大多数人都吃光了。那个土豪用迈巴赫换了1小口法棍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实在没办法，我只能去厕所喝点自来水填肚子。来到厕所时，我看见林韵在对着镜子化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说。她从镜子里瞟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这时我发现她的衣服也换了，前几天她穿的是从商店里扒的运动服，这时却换上了热裤和 T。食物的事我会想办法的。我打听过，地下车库里还有几车东西，那是走投无路的选择。我总不能眼看着他和我一起饿死。他撇撇嘴，那里有感染者。
就你这胆量，连个屁都不敢大声放，下地库！我像从前那样哄他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他说：“张毅，我明说吧，我们掰了，别再做些恶心的事感动你自己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个女人，也是个独立的人，我不是谁的东西，我是自由的。你别再妄想把我捆在你身边。”他收起化妆盒，大步走开。我发现他去的竟然是电梯间的方向。他想干什么？电梯间有保安队把守，他们的理由是为了阻止绝望的人下地库，把病毒带回居住区。但这只是第一层理由，他们拒绝1、2楼的普通人上去。食物消耗完以后，很多人想要去上面，都被打了下来。我跟着林运来到电梯间门口，那里站着一个小保安，看起来不到20岁的年纪。他上下扫视林运一眼，去哪里？去5楼。保安会心一笑，让出道来。他又看向我，你呢？你去哪里？我也去5楼。他有些惊讶，你也去5楼？你去5楼做什么？电梯门拉开了，眼看着林运走进去，我连忙跟上。他倒是没阻拦。林运按下5楼的按键，电梯开始上升。他板起一张脸，我央求着运运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别冲动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。”事实上，我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猜想，但人的思维是很奇妙的，我在欺骗自己。不要往那个方向联想。5楼没有看门的，林运出门以后便往前走，来到一家挂着 HIT 健身工作室牌子的店面门口。还没进门，我听见里面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。说起来，那些肌肉男下来的次数没有保安队勤，他们食物充裕，也拒绝访客。没人知道他们在5楼干什么。跟着林运走进健身房，我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。音乐震耳欲聋，昏暗中灯光闪烁，原本应该摆放器械的大厅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舞池，无数身躯在其中疯狂扭动，男人们赤裸上身，女性们都穿着暴露的衣物。1、2楼都快要饿死人了，但这里遍地都是方便食品的包装袋，一片狼藉。不知怎么，我联想到了酒池肉林这4个词。更令我恐惧的是，在那些灯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里，人们的身躯交构在一起，他们究竟是人，还是野兽？我没往前走几步，就被一双粗壮的胳膊拦住。抬头看，是个猛男。他凶狠地说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我踮起脚看，林运已经钻进人群，他正走向舞池的中间，那里摆放着一个舞台。前阵子见过的那个男人秦轩正站在上面，面前是一座调音台。他摘下耳机，一把将林运扯上台。他们说了些什么？秦轩揽住他的腰，我的心跳猛然加速，巨大的愤怒将我淹没。我爆发出平常不可能做到的力量，甩下拦路者的胳膊，冲向那座舞台。我跳上台，一拳挥在秦轩脸上。这一拳只是让他的脑袋摆向一旁，他露出玩味的表情，低头和林运问了一句，便扯住我的衣襟。他一手抱着林运，一手将我从平地拎起。我手舞足蹈着，感觉自己像个无助的小鸡，情绪再激动也压不过绝对的力量。我在半空中挥霍着力气，但女友的表情却让我的热血逐渐凉下来。她看着我，那表情我再熟悉不过，嘲讽的笑容。我为她拼命，她却在嘲笑我，嘲笑一个自不量力的男人。我拼了命加班，送他那只 iPhone 12 Max 时，他也是用这种表情看我的，就好像在说：“这算什么？你就不能再努力一些吗？”我的视线模糊了，泪水涌出来，真不争气。我被秦轩扔在地上，头上传来剧痛，他踩住我的脑袋。这时候我却没法关注眼前的事情了，我感到自己沉进了另一个世界，脑海中的另一个自己冷冷看着我。他表情冷漠，嘴唇一张一合。我仔细听，他对我说的是：“欢迎来到蛮荒时代。”他们狠狠揍了我一顿，把我扔进电梯。我记不清过程了，只记得疼痛、音乐和刺耳的笑声。我失魂落魄地走出电梯时，身后传来保安的声音，我就知道，又是一个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回头看他，他说：“我没见过你，你不怎么来电梯口吧？”
那些健身狂洗劫了超市中一半的物资，自己吃不完，也不拒绝别人上去。只有一个前提，他们只接受女人。他忽然嘿嘿笑起来，一副你懂得的坏笑。我想起刚才看到的景象，喃喃着，但林韵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看起来他的路子可比你也多了。别再想了，上去的女人不止他一个，上去找老婆的人也不止你一个。我守门这么久，就没见过有一个女的从上面下来。那些上去找人的男的都和你一样，挨了顿结结实实的揍。我说，那你们保安队呢？你们就不管事的？我们被困在这几天了，谁知道外面怎么样？别说管事，我们那个队长……忽然电梯门拉开，几个保安从里面走出来。小保安连忙捂住嘴，刚才的事耗光了我全部的精气，我竟没有想象中的悲伤，只感到麻木。一回到店里，我就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我是被疼痛惊醒的，睁开眼，看见的竟是赵诺诺的脸。他像是做错了事似的，连忙缩回手。我看过去，他手上拿着碘伏和棉签。我还没说话，他支支吾吾着：“你脸上全是血。”你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？药房啊，他们只抢吃的，这些药他们不拿的。赵诺诺问：“哥，你怎么了？”我又想起林韵的事，胸口一阵钝痛。我说：“没事。”说着，我想起一件事。我拆开睡袋，从里层拿出半只被压得梆硬的枕头面包，递给赵诺诺：“你饿坏了吧？吃吧，这是我最后的储备。”我没告诉林韵，因为这东西不是用来充饥的，我留着它给我俩救命。如果林韵知道有存粮，我一定留不到那时候。但现在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赵诺诺咽了口唾沫：“哥，我不能收，我知道。你也没吃的了，你自己吃吧。”忽然，赵诺诺身后传来一声怒喝：“诺诺，你在跟他干什么？”赵诺诺下意识想要藏起面包，却被李飞看见了。他马上挂上一副笑容，走过来，抢过面包。他想了想，撕下大约1/4，递给赵诺诺。这不是？赵诺诺说：“谢谢哥。”李飞堵住他的话：“没事，没关系，你吃吧。”我说。睡醒后，我整理着现在的状况。是我太天真了，我以为自己比他们更有危机感，却只是停留在第一层。在健身房时，我潜意识中的那个声音唤醒了我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已经来到了蛮荒时代，人类卸下文明和规则的伪装，互相撕咬，争夺资源的蛮荒时代。所以，保安队和健身房才能高枕无忧，因为他们掌握着绝对的武力。不止这一个理由，大象再强也顶不过无数只蚂蚁。他们强大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团结，他们形成了一个团队，才能牢牢控制资源。而生活在1、2楼的我们，却像是一盘散沙。我问自己：你能忘记刚才的事吗？你能忘记这屈辱吗？你今后想怎么生存下去？我说：我忘不了。没有一个男人能忍受这种侮辱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我要以牙还牙，100倍奉还。林韵走了，我没有要保护的人了。今后我要保护的只有我自己。我死死咬住后槽牙，刚才的画面一遍遍在脑子里重播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人可以踩住我的脑袋。我走出服饰店，抬头看，商场的天窗玻璃泛着辉光，20米宽的人行区域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篝火的残渣、食物垃圾。电梯口的墙壁上有一行涂鸦：“欢迎来到地狱。”他们快要疯了，不，他们已经疯了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浓浓的戒备。我看见老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对我露出乞求的眼神。这些天里我很少出来逛，因为我害怕看见这些。有人正在饿死，而我却藏了几大包食物。难道我不是个自私的人吗？我和我痛恨的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人们聚集在人行区域中央的篝火处。我前2天来过这里，这是商场的交易区域。有人拍拍我的肩，是个小伙。要烟吗？他说最后几根了。他把烟盒藏在衣襟下，生怕别人看见。我摇头，我没有东西和你换。小伙失望地摇摇头，转身便走。
我径直走到篝火正前方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可以忍受吗？”我指向头顶，有人活在上面，遍地酒肉残渣，而我们却活在这里，随时都有可能饿死。他们抢走我们的食物，抢走我们的爱人，只因为一片面包。你们可以忍受吗？为什么偏偏是他们活在上面？凭什么？全场鸦雀无声。卖烟的小伙也转身看我，我看见他缓慢勾起嘴角，像是在看个傻子。我不甘心，接着说：“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我们的人更多，为什么要害怕他们？为什么要被他们支配？你们想想，我们完全可以换种方式生存。”没有人回应，几个人正在离开。我正打算说出下一句，忽然被一个声音打断，是那个卖烟的小伙。他嘲讽地说：“那么食物呢？什么？你想让我们卖命？食物呢？”他忽然朝人群走几步，扯出一个眼镜男：“只要你有食物，什么都能买到。这家伙昨天把老婆卖给楼上的保安了，换2盒他妈的菌菇牛肉自嗨锅。”奇怪的是，那男人并没有生气，他只是低头注视地板。世界末日了，大哥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能交易，想要我们卖命，也拿出点诚意好吗？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。放屁！小伙摆摆手，你拿出食物，他们就会听你的。逐渐散开的人群告诉我，他说的对，我想坐上的每一张赌桌都需要筹码。人群散尽后，小伙朝我走过来，他说：“不要介意，我没有和你作对的意思。你刚才的这些话，我已经说过2次了。我叫马良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是我们有着同样的目的。”几个保安朝我们走过来，马良压低声音，换个地方说。马良领着我来到1楼东侧尽头的洗手间，他掏出那包皱巴巴的万宝路，拈了一根给我，打上火。我正犹豫要不要接，他说：“抽吧，免费的，反正也就剩几根了。”我也不客气，深深吸一口，久违的香甜。我说：“你为什么？”马良拄着洗手台，望向镜子，狠狠咬着烟说：“那一天，我带我弟来商场买东西，那天是他的生日，他看上一台遥控飞机，和你一样，我们买到了那架飞机，却出不去了。他身体不好，进来的时候就在发烧，因为吃不到东西，每天喝自来水，引起并发感染，病情更加严重。我去求保安队，求了很多次。”他的声音颤抖着，我跪在地上求他们，只要给我一点纯净水，一点面包，我给他们做狗都行。但他们只是不断赶我，甚至动手打我。砰的一声，他的拳头砸在玻璃上，血液顺着玻璃淌下。弟弟走的那一天，意识已经不清醒了。他对我说：“哥哥，我们是男子汉，不要去求别人了，这是谋杀。”我想起自己的遭遇，怒火攻心，这帮人渣，出去以后他们一个都逃不掉。出去！马良笑了，你觉得外面的世界还存在吗？这么多天了，还是没有人来救我们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说：复仇。怎么做？你的想法和我一样，但是你也看见了，这些人眼里只有食物，要让他们团结起来，只能用食物。所有人都知道地下车库有3辆冷链卡车，但电梯口有人把守，我下不去。我打听过，有一个通往地下的应急消防口，那扇门用的是物理开关，要打开开关，需要2个人同时抬起门边的操纵杆。我想也没想，说道：“我和你一起。”下面有感染者。我轻蔑一笑，我见过更可怕的生物。约定的时间是凌晨3点，保安队过了凌晨3点就不再巡逻。在时间到达之前，我回到服饰店，靠着墙闭目养神。我想睡会儿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只要一闭上眼，满脑子都是林韵的脸，和那副嘲弄的表情，和我相恋4年的女人。我从未想过抛弃她，她却早早找好了后路。半梦半醒间，我被一声尖叫吵醒。我睁开双眼，店铺门口站着一大堆保安，蹲在地上的是刘志。2个保安把赵诺诺死死按在地上，刘志正在撕扯他的衣物。我连忙站起来，冲过去，大吼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刘志瞟了我一眼，一个保安推我一把，劝你别管闲事。我推开保安，
拉起刘志的衣领，他一屁股摔在地上。几个保安正要冲上来，刘志伸手拦住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和那些健身房的人有仇，我和那些人不一样，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动粗。”我张开双臂护住赵诺诺，你和他们不一样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这是交易，我已经付过款了。他回过头，队伍后面站着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，竟然是李飞。这家伙怀中抱着一大堆食物。李飞挪开眼神，似乎不敢看我。这个畜生，我全明白了。我说：“交易？你们问过这个女人没有？她是个人，不是谁的东西。你们有什么资格拿她的身体交易？那个废物！”我指着李飞，他有什么资格？刘志说：“这就是这里的规则，所有人都遵守规则。”我终于忍耐不住，一脚踹向刘志的裤裆。去你妈的规则！傻逼！刘志发出一声哀嚎，几个手下上前一步，钳住我的手。过了几秒，他站起来，啐了一口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你就别怪我了。”说着，他一拳砸在我的肚子上，我的五脏六腑绞缠在一起，吐出一大口酸水。他摆摆手，那几个人把我拖到一旁。他走到赵诺诺身前，开始解皮带。赵诺诺拼了命地往后缩，一双脚不停蹭着地板。我大骂着，招来的只是更猛烈的殴打。我听不见其他声音，脑子里只剩下女孩的惨叫。一切结束后，我爬到赵诺诺身边，她的肩膀颤抖着，用一张可怜的毯子捂住身体，披头散发。这女孩遭受了我难以想象的折磨，任何语言都不能给她宽慰。我转头看，李飞还站在门口，他的表情里带着一些茫然以及愧疚。我摇摇晃晃地走向他，提起最后的力气，朝他脸上挥了一拳。我说：“你这东西，还他妈算是个人？”他捂着脸，表情一点点变得愤怒。他用力一推，我摔在地上。我干什么？关你屁事！我试图爬起来，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他的拳脚变得越来越重，这时候倒像个男人了。我笑了起来。忽然，我听到一声闷哼，李飞的攻击停下了。我抬头看，挡住他的竟然是马良。马良一手握住他的拳头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，看了我一眼，嘲笑道：“你这种人，放在外面有个称呼叫牛头人。说真的，光是想到和你同为男性，我就觉得丢人。”我没想到马良这么狠，他招招往要害招呼。两人来回几个回合，马良抓住他的胳膊，反关节一拧，李飞大叫一声，然后马良踩住李飞受伤的胳膊，给我滚！别再让我看见你！李飞恨恨看了我们一眼，便开始捡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食物。马良又是一脚踹在他屁股上，李飞抬头时满脸是血，门牙磕掉一颗。马良，东西留下，人滚！李飞走向赵诺诺，他的手刚停在赵诺诺的肩上，女孩爆发出一声尖利的惨叫，疯狂挣扎。我朝他走过去，对他说：“白痴啊，这里根本没有一样属于你的东西。”马良又抬起巴掌，李飞连滚带爬跑了。没事了，我对赵诺诺说：“不要害怕。”他的眼神是那样无助，让我想起一只受伤的小狗。李飞离开后，我对马良说：“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恐怕会被这家伙揍死。”马良摆头：“不用感谢我，我们是合伙人。你去招惹刘志的时候，我就在外边，但我不想和你一起挨揍。有些事情你阻止不了，你应该知道。”我看了赵诺诺一眼：“是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做不到。”我说：“还有3个小时，我们动手。”如果说之前我还有些许犹豫，现在我只想着快点下地库。马良识趣离开，店里只剩下我和赵诺诺2个人。我想安慰他，又不知怎么开口，便撕了一个面包递给他。他的双眼空洞无神，机械般咀嚼食物。我没再打扰他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等到3点，我站起身，刚走到店门口，身后传来赵诺诺嘶哑的声音：“能不能不要走？我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等我回来。”我走出店铺，想了想，我又停住，低声说：“以后我保护你。”马良领着我来到消防楼梯，我们沿着楼梯往下2层，就看到了他说的那扇卷闸门。
头顶闪着消防标志的幽幽绿光。我贴在门上听了一阵，那边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他扔来一只手电筒，听好了，我们不能让感染者溜进商场，门开到一半就钻过去，它会自动落下。保安队很早就切断了停车场的灯光，下面的状况是一片漆黑。我不知道里面有几个感染者，但他们奔跑的速度不会超过正常人。一看见那些东西就赶快跑。冷链卡车在哪里？就在自助洗车铺旁边的仓储区，你跟紧我，我们很快就能到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马良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登山包，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。马良向我使个眼色，我深呼吸一口，拉下卷闸门。随着卷闸门徐徐拉开，一股迟滞的气味钻入我的鼻孔，那气味就像久未开启的衣柜一样，神秘又危险。一片黑暗，我打开手电筒，照见一台横在车库口的斯巴鲁，地下车库还停留在尸潮爆发时的状态。我仿佛看见人们争先恐后冲进商场的画面。我屏住呼吸，跟着马良往前走。也许是过度紧张产生的错觉，我总感觉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窥视我。我的胳膊上缠着一层厚绷带，里面加了层木板。这也是我从丧尸片中学到的经验，一旦和丧尸近身缠斗，能避免被他们直接咬到。我希望这经验永远用不上。在紧张的氛围中，我们往前走了大约200米。经过马良说的洗车店后，一台冷链卡车停在仓库门口。我松了口气，正准备打开舱门，忽然被马良按住肩膀。我转头看，他汗如雨下。我顺着手电筒的光看去，就在离我不到10米的地方，一根承重梁的背后露出一张小小的脸，那甚至不能被称为脸，半张脸皮耷拉下来，血肉模糊。我看见伤口里有蛆在爬。这种诡异的平衡维持了几秒，寂静的地库里响起一个声音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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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声音就像是人压着喉咙从嗓子里挤出的气泡音。下一秒，那东西四肢并用，朝我们爬过来。我之所以说是那东西，因为它已经不是人了，它行动的姿态完全不像是人类。我腿一软，竟跑不动。马良拽住我的胳膊，上车。我被他拖上卡车，算是我们运气好吧。司机跑得匆忙，竟把钥匙留在车里。马良拧动钥匙，大灯亮起，越来越多的感染者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该死，不是说只有3、4个吗？马良踩下油门，我们朝着来时的出口冲去。只是刚跑了不到40米，一只感染者从旁边窜出来。马良重重踩下刹车，我一脑门撞在挡风玻璃上，头晕目眩。他们不是人！我大喊道：“你在犹豫什么？”马良大口喘着气。我透过后视镜看，几个感染者已经追上来了，一个女人正扒着尾箱往上爬。这时马良却没有踩油门，他从脚底扯出带来的双肩包，扔出窗外。马良踩下油门，卡车碾过一头拦路的感染者，微妙的触感通过轮胎传过来。我来不及问他包里是什么，我们已经回到来时的消防通道。他猛扭方向盘，卡车在消防通道前打了个横，尾箱的尺寸正好塞住入口，感染者进不来。我们可以通过货箱回到通道。我们放下后排的座椅后，我惊呆了。老实说，我心里是没数的，没时间验货。路上我一直害怕抢了一车卫生纸啥的。而在我眼前，整台12轮大卡车的后备箱里，满满当当塞着某品牌的方便食品，方便面、干拌面、速食米饭。在货箱搬出一条道以后，我们终于回到了商场。我靠在墙上大口喘息着，面前堆放着一座由方便面组成的小山。马良掏出他最后2个万宝路，扔给我一根，好好检查我们的收获吧。我想起刚才的事，问道：“你那个包里装的是什么？”他停下点烟的动作，深深看了我一眼。如果有机会出去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卖起关子来了。我深陷于巨大喜悦，也没多问，扛起2箱方便面就往上走。刚没走2步，却被他拦下来。马良说：“你急什么？运货呀，还能干什么？”马良叹口气：“才不外露，这道理你都不懂吗？底下的人都饿坏了，你现在跑去告诉他们，
你有一车方便面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样？我愣住了。确实，我没考虑到这一点。而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如果楼上的人知道我们有这一车物资，他们一定会来抢。我说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太高估他们了，要他们帮你卖力，用不上这么多东西，半包方便面足够了。我们先从小范围开始，逐渐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们手里有物资，按天发放。但前提是大家需要团结起来，和我们一起对抗保安队和健身房。记住，物资的存放地点是绝对的秘密，不能告诉他们。我拆开一箱方便面，拿出2包塞进怀里，那就明天开始吧。夜已深了，篝火熊熊燃烧着，几个孤魂野鬼似的身影在路上徘徊。我避开他们，溜着墙根，跑回服饰店。赵诺诺睡着了，他紧紧抓着睡袋，好像这东西是他最后的盔甲。他的睫毛颤抖着，脸颊上还有几行未干的泪痕。往回想，他也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。我犹豫了几秒，摇摇他的肩。他猛然惊醒，忙不迭往墙根缩。我抓住他的肩膀，低声说：“是我，别怕。”他逐渐平复下来。我从兜里掏出那2包方便面，他睁大双眼，咽了口唾沫。我隔着包装袋捏碎面块，从里面摘出调料包，撒在里边，摇了摇，再递给他。我说：“不烧水了，怕别人看见。我小时候是这样吃方便面的，你们00后可能没试过，你尝尝，很好吃的。”他捏起一块方便面，小心翼翼地塞进嘴里，嚼下第一口以后，他狼吞虎咽起来。几乎1分钟以内，他就消灭了2包方便面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：“对不起，我太饿了。我吃过了，没事。”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李飞有没有找你？听到这个名字，他的脸色1秒就变了。他咬着牙，泪珠在眼眶里打转。他来了，还带了些吃的。我不要，让他滚了。一想到那个人渣，我的火气就蹭蹭冒。我摇摇头说：“他已经不是人了，这里的很多人都不是人了。”他流着泪：“哥，我真的不理解。他从前对我那么好，每天都在宿舍楼下等我吃饭，省吃俭用给我买生日礼物。这样的人为什么会？你还小，很多事你不懂。他对你好的前提是他自己能吃饱饭，没有性命之忧。他骨子里不把你当人看，而是一件商品。他付出那么多努力，是因为他觉得你很贵，所以昨天晚上他才用高价把你卖给了别人。只有在现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，你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。”说到这里，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林韵的脸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教育别人呢？我爱慕她的起因，也不过是迷恋她的美色。我照顾她，说到底也只是出于大丈夫主义。在健身房唯一受到挫折的，只有我的尊严。她为自保而投奔他人，真的有错吗？我不知道。扪心自问，我打从心底爱过他们。答案令人遗憾。我们的行动在第2天开始。起初，我只是在小范围内散发食品，让那些人知道我手里有近乎无限的储备。这消息逐渐传遍整个底层世界。我们不拒绝任何人的加入，只有一个条件：加入我们的组织。组织的名字是破晓。我希望我们这群人在一起，终能看到破晓的黎明。为避免被上层发现，组织成立后的第1次会议，在我所居住的服装店里召开。100多平的服装店里，黑压压挤着一片人。我从未面对这么多人讲话，难免有些紧张。站在台上，我看向马良，他对我比了个大拇指。他以不善言辞为理由，把这些事全甩给了我。我震着喉咙，却忽然不知从哪天说起。我的脑袋里忽然浮现出秦轩和刘志的脸，下意识说道：“我上过4楼，看见过健身房的状况。在健身房里，他们醉生梦死，享受着丰裕的食物。男女们在舞池中疯狂扭动，昼夜不分地乱交。为了加入他们，底层的女性付出肉体，他们唯一的筹码。我看过保安队的所作所为，那些道貌岸然的人，他们以管理者的身份欺压底层的人们，把控着商场里最多的资源。但凡他们所看上的东西，都逃不出他们的手心。我觉得
这个世界不该是这样的。有的人活着，天定为人上之人；有的人活着，还不如一头畜生。这时我的余光瞟见前排的赵诺诺，他向我投来坚定的眼神。不该是这样的，也为一点点食物，就卖掉自己的妻子，为了一点点食物，像动物一样厮杀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所以，我才建立了这个组织。我们的名字是破晓，因为我相信黑夜总会过去，而我们这些生活在黑夜中的人，应该活得像个人。现在站在这里的人都是弱者。有人说，弱者没有怜悯别人的权利，但我不这样认为。正因为大家是弱者，所以才要抱团取暖呢，难道不是吗？啪！第一声掌声响起，紧接着更多的掌声响起了。我看见迷茫从这些人的脸上离开，他们重新变回了人。等待着掌声平息的间隙，我忽然在人群最后看见一个人的身影。我揉揉眼睛，怎么也无法相信是他，是林韵。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演讲结束后，我在试衣间内见到林韵，她的眼睛下面有2个大大的黑眼圈，下面是2道泪痕。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些什么，但看着她这副模样，我竟然有些心软。她低头不说话，我打破沉默：“你为什么要下来找我？”她忽然抬起头，封住我的嘴唇。每次她犯错的时候，她都会这样做，但这一次我竟没有心动。我推开她：“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关系了，请你自重。”他泪汪汪地看着我，直到发现这根本不奏效，不止我一个，还有很多女孩都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他说他们的食物快要吃完了，赶了很多人下来。我摇头，无奈地笑起来。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？他抓住我的手：“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如果你之前不对我那么凶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”这时候，我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响声，拨开帘子，外面站的竟然是赵诺诺。他一脸做错事的表情，对不起。他立马就要转身离开，我叫住他：“等等，你要去哪？大家都在外面等你，想听听你的下一步计划。”我回头看向林韵，她恶狠狠地盯着赵诺诺，对我说：“就是因为他，我没有必要和你解释。”说完，我跟着赵诺诺离开更衣室。临时的演讲台前，马良倚着墙，用玩味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你也挺不容易啊。”我说：“你这是想到哪去了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”马良笑起来：“别解释，这是不能解释。”我摇摇头，望向人群，果然就像林韵说的，人群中多了很多陌生的女孩。我们会提供食物。我大声说：“不管你是谁，你从哪里来，我们会提供食物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我们必须互相帮助。在破晓这个组织里，没有人可以享受特权。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。”人群静默。我指向头顶：“如果你想过楼上的那种生活，那么就请你离开。我们会一起活下去，一起找到出路。”我回过头，林韵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破晓成立后，我们的日子有了盼头。算上地库中的食物，如果省着点吃，商场的库存本就够我们撑上1年半载。越来越多的人从楼上走下来，加入我们的队伍。保安队和健身房都觉察到了我们的存在，但他们任何一方都奈何不了我们。商场中形成了3足鼎立的局势。我开始幻想手机出现信号的那一天，或许我们所有人都能得救，但前提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食物的地点。所以我、赵诺诺、马良3人单独住在服饰店，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取物资。已经发生的一切告诉我，人性是不可以相信的。这一天，我们照常分发物资，人们有序排队，每个人的配额是1包方便面、1瓶水。忽然，我旁边的赵诺诺处传来男人的吼声，他给那个人拿了2包方便面。我看见了，全场哗然。我不可思议地看向赵诺诺，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赵诺诺躲避着我的目光。人群中响起一个熟悉的尖锐女声：“我和你们能一样吗？”是林韵。赵诺诺搓着手看了我一眼：“对不起。”我的语气瞬间冰冷：“这种事有多久了？”赵诺诺说：“每天都是这样。”他说：“是你答应的。”我大步走到林韵面前，人们的目光让我如芒在背。
我知道这不是一包方便面的问题，这是做错任何一个决定，脆弱的联盟随时可能崩塌。交出来！我说。林运气连般地看着我，把双手藏到身后。我不会再说第二次，交出来！眼看着他没动静，我抓住他的手腕，2包方便面落在地上。他大叫一声：“你干什么？你弄疼我了！”我捡起方便面，放回箱子，转过头，这种事再发生一次，你就离开1楼。食物分发完毕以后，我对赵诺诺说：“不要再给他额外的食物了。”可你们是？我摇头，不是了。就算他是，也不能享受特权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和楼上的人没区别。回到服饰店，我的单间在更衣室区域。今天是取食物的日子，半夜还得起床。钻进帐篷，我很快倒头大睡。忽然间，我感到后背有些发痒，脖子上像是有人在呵气。我醒了过来，浓郁的香水气味，身后传来那个熟悉的声音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一起睡觉了。是林韵。我立马坐起，压低声音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他穿着一件不知从哪找来的丝绸吊带，妩媚地看着我：“你说呢？还能干什么？”说着，他的手又摸过来。我往后挪，厉声说：“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”他愣住了，错愕了几秒，忽然叹气：“我觉得你不像是从前的那个你了，你变了一个人。”你在说什么？以前你是那么优柔寡断、胆小怕事，但是那天我看你站在台上，真的，我感觉你在发光。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男人了，从前的你也不会这样对我说话。他的话让我陷入思考，我想了一会儿，对他说：“就像我没有认清过你，或许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彼此，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次。”太晚了，我拉开帐篷，请你走吧，不要为难我。他说：“我明白你的决定，但可以不要赶我走吗？就一晚，让我在这里睡一晚。”为什么？外面的人，他们欺负我。我深深看了他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走出帐篷，在店门口抽了一夜闷烟。第二天早晨，林韵消失了，她不在服饰店，我早上发食物的时候也没看见她。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但这绝不是今天发生的最糟糕的事。中午大约12点的时候，1楼来了一群不速之客，10几个保安在刘志的带领下来到1楼，没有动作。人们警惕地将他们围在一起，手持着各种简易武器。我站在服饰店门口观望着。马良用胳膊戳我：“怎么办？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也有100来号人，不怕他们。”刘志抽着烟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大约过了10分钟，另一群人走出电梯间，是健身房的人。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竟然是林韵。我长叹了一口气。保安队和健身房都到齐之后，3方形成对峙。我拨开人群，走到刘志和秦轩面前：“你们想要做什么？”身后传来喊声：“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？要干就干，谁怕谁！”我抬起手示意他们安静。是我小看你了。刘志开口了：“短短1周，你就能把这些歪瓜裂枣聚拢在一起，我还挺佩服你的本事。”我说：“他们不是歪瓜裂枣，灾难发生前，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，有名字有尊严的人。”秦轩冷哼一声。刘志说：“我有一个提议，等到外面的灾难结束，我们出去以后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守口如瓶，不要把商场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外人。”我哈哈大笑，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他们也知道灾难总会结束，为了逃避那些罪责，他们竟想要封住所有人的嘴。我说：“还有呢，如果要逃出去，我们这些人手可能不够。我想让大家团结起来。”马良说：“早他妈干嘛去了？”秦轩拨开刘志：“你以为我们是来谈判的？不然呢？”刘志笑起来：“你们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事？没有食物，你又怎么把这些人团结在一起？这是瞒不住，我早知道他们会发现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你已经没有底牌了。”秦轩说：“我们已经拿走了地库中所有的食物，这还得归功于你的前女友啊。”我看向林韵，她躺进秦轩的怀里，我心一沉，如坠冰窟。刘志拍拍手，几个保安从电梯间走出来。
手中抬着一箱箱方便面，他大声喊道：“现在所有的牌都在我手里，你们还要追随着这个人，听他那些没有营养的说教吗？”我明白了，是林韵。昨夜是取食物的日子，他没有在帐篷里睡着，他跟着我们，发现了我们的秘密。恐惧和自责同时在我心中升起，我颤抖起来。马良上前一步，和我并肩。秦轩对林韵说：“宝贝，你想要我们怎么处理他？”林韵看向我，表情瞬间扭曲，他的眼睛里充满恨意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恨我。他说：“我要他受尽折磨，我要他去死。”下一秒，秦轩抬腿踹在我的肚子上，剧烈的疼痛让我蹲下，冷汗直冒。马良冲上来，却被他一拳打倒在地。几个私教冲上来，围着马良踢起来。不对，有什么事情不对？我身后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人为我站出来反抗，我为之拼命的这些人眼睁睁看着我被人凌虐。我来不及思考，暴风般的拳脚降落在我头上。赵诺诺冲过来挡，却被刘志一把拉开。刘志死死抱住他，口中发出刺耳的淫笑。我晕了过去，不是因为疼痛，是绝望。当我醒来时，身处健身房的大厅，双手被绳子死死捆在天花板上。健身房里空无一人，他们应该在楼下狂欢吧？秦轩想让我在这里被孤独和饥饿折磨致死吗？他果然完成了林韵的愿望。我从未想过伤害他，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恨我？巴不得我去死。眼眶热热的，竟然又哭了出来。真是个没出息的男人呢！至今我都在做些不自量力的事，被可笑的英雄主义蒙蔽了双眼，竟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帮助别人，成为大家的领袖。我沉溺于道德的自我感动当中，扮演着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，拯救别人，我配吗？我只是一个年近30、一事无成的废物。我连自己的女朋友都守不住，还想着保护别人。或许就这样死了，对我来说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这样想着，我垂下脑袋。我尝试着咬舌根，可是刚咬破皮，剧烈的疼痛就让我收了力道。人是无法咬舌自尽的，我在干些什么呢？昏昏沉沉的，我又晕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或许是我真的快要死了，我产生了幻听。多大点事啊，躲在这哭呢？我摇摇头，连幻觉都在嘲笑我。手上的绳结传来震动，幻觉会有这么真实吗？我抬起头，面前是马良那张玩世不恭的脸。他割断绳子，搀住我。你可真是认识不少疯狂的女人呢。这时我才看见赵诺诺，她走过来，搀住我的另一边胳膊。我说：“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会让你上来？”我尝试着自己走，可是腿上提不起力。我被绳子吊了太久，还没适应过来，没时间跟你解释，先走再说。来到门口时，我听见了楼下传来的惨叫声。赵诺诺和马良搀着我走向扶梯，我看见了此生难忘的情景。人们黑压压地挤在电动扶梯上，慌不择路地往上逃，后面跟着数十个手足并用的感染者。我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是秦轩。他刚跑到2楼的扶梯上，一个感染者从后面一跃而起，跳到他的背上，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，动脉破裂，鲜血喷射了3米高。秦轩晃悠悠转了2圈，抓住感染者的衣领，把他扔了好几米远，然后无力地跪在地上，扼住自己的喉咙。这是一场屠杀。赵诺诺一语不发，马良加快脚步，我们得尽快去消防楼梯间，找到去顶楼的路。这女人太疯狂，为了救你，她打开了地库的门锁。赵诺诺身体一颤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。这时感染者踩在人们的背上，一蹦一跳地往上面爬。最近的一只已经到了3楼，我怎么也跑不起来，只能任由他们搀扶，一瘸一拐地往前走。终于来到楼梯间，7、8个幸存者也跑了过来。我们往楼顶跑去，看见通往天台的那扇门时，我的心一瞬间凉了下来。那扇门上拴着一条铁链，是谁干的？马良想也不想，从地上捡起灭火罐，重重砸向铁链。1下2下，沉闷的声响和感染者的吼叫声在楼梯间回荡着，我仿佛感觉他们就在身后了。终于，铁链应声而断。
人群挤向天台，我们三人竟被挤到了后面。好不容易我摸到了门框，马良重重一推，将我推进去，发出一声闷哼。冲上天台后的瞬间，马良关上门，锁住门栓。门后传来重重的敲击声，不知后面是幸存者还是感染者。没人敢开门。我靠着通风警滑坐下来，这才发现马良的脸色不对。他剧烈的喘息着，右手死死捂住肩膀，鲜血从指缝流出。他喊了声草，他妈的，中招了！病毒扩散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快。不到2个小时内，马良的脸色已经变成铁青。我隐约发现他的眼球蒙上了一层白翳。谁也没有说话，没人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唯一的好事是，因为事件发生时，保安队和健身房的人都在离地库最近的位置，他们几乎全军覆没。我在人群中看见林韵，他躲避着我的目光。我现在没心思管他。马良忽然将一件冰冷的东西交到我的手中，是他刚才划破绳子的小刀。他说：“不要让我变成那种东西。”赵诺诺哭着说：“一定有药可以治的，等我们出去了，医生一定会治好你。”马良抬起2根手指，指向我们：“出去的是你们，不包括我。我比你们更了解这病毒。”他剧烈咳嗽，咳出一团浓稠的黑血。我说：“你少说点话，节省体力。你还记得吗？在地库里，我带着个包，里面有个秘密。”我愣了半晌，才想起马良指的是什么。他第一次和我下地库的时候，背着个沉重的旅行包。他说里面装的是人肉。我大惊：“什么？你还记得我说的那个故事吗？”我说我弟弟发烧了，没有人帮助他，他就那样病死在这座商场里。我说：“我记得。”马良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把那个故事讲完。弟弟即将死去的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地库里的那些怪物，他们即使受到致命的伤害，他们也不会死去。眼看着弟弟就要不行了，我做了一个令我后悔一生的决定。我抱着快要断气的弟弟来到地库，任由那些东西咬他。而当我第3天回到地库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我看见一个披着我弟弟身体的怪物。马良伸手制止我说话，但我不相信那是怪物。我被巨大的愧疚和痛苦折磨着，因为我害怕他没有食物，商场里每天都在死人，我就把那些尸体带下去给他吃，所以我才会了解地库和商场的构造。我是个卑鄙的盗尸人，对不起，我骗你一起下地库，不是为了取食物。最开始我只是觉得你比较傻，关键时刻我可以用你当人肉盾牌。我说，那后来呢？你后来为什么？马良再次咳嗽，我拍着他的背，他又咳出一团内脏碎块。你拿到了食物，却分给了其他人。我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，是你那些愚蠢的理想唤醒了我，是你告诉我，原来人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自我救赎，为那些活着的人拼命，而不是徒劳地挽回死亡。这时人群中不知谁的手机响起了，是一首音乐，歌声在天台上回荡。原谅我吧，弟弟，我在你面前是有罪的，试图挽回大地所带走的，本不可能。我彻底错了，世上没有挽回死亡的良药。多么温柔啊，亲爱的妈妈，我们是那么的爱你。马良说：“帮我个忙吧，扶我起来。”我说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带我去南边，我想看看我的家。我的家在南城，爸爸妈妈还在家里等我。我扶着马良站起来，他说：“看不清，太远了。”我扶着他来到天台边缘，脚下的马路上遍布着感染者。他眯起眼睛：“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弟弟。”我感觉到微弱的推力，他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我原本可以拉住他，制止他，但是那一刻我没有这样做。我松开手，他从天台跌落，身后传来赵诺诺的哭声。我转过身，我抚摸着他的鬓角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商场中至少有300个人，但天台上只剩下29个人，这就是幸存者。而没有食物和水的我们，又能坚持多久呢？马良坠楼后，我所有的信念都被抽空了，仿佛一具活尸。我和赵诺诺依偎着度过整个夜晚，人们簇拥着一个60多岁的男人。马良死时，是他的手机放出了音乐。
他说，因为手机没有网络信号，他一直在鼓捣着收音功能。但是自从灾难发生后，所有的电台都陆续失去功能。那天不知怎么回事，一个频率忽然放出了声音，只是那首歌之后，他便不再接收到电台的广播。此刻，他就是人们的救命稻草。过了3、4天，人们都被饥渴折磨到神志恍惚，他依然躺在地上摆弄着广播。忽然，他的手机里传来一个断断续续的男声：“这里是 Y 市广播电台，这里是 Y 市广播电台。”一瞬间，所有人都爬起来，满怀期待地看着手机。Y 市是附近的县级市，离我们的位置不到50公里。我们有食物和水，有医疗人员和设备，也可以抵挡感染者。我们向外界的一切组织发起援助请求，如果有人听见，我们也欢迎幸存者的到来。位置是……广播在这里中断，人群中传来女声：“我们应该去那里。问题是 Y 市离我们50公里，怎么去？”不知不觉间，他们的目光竟落在我的身上。我恍惚了几秒，这时候竟然想起我来了。老头爬起来，朝我走过来：“我相信你，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一定可以想出解决办法。”我摇摇头，但我不相信你们。我正打算继续睡觉等死，赵诺诺忽然对我说：“这不是他想看到的。”你说什么？我解开地库锁后，他对我说：“如果我不去做，他也会做这件事，因为你会带我们出去，他相信你可以做到。”我苦笑，现在说这些。忽然间，我想起马良的话：为那些活着的人拼命，而不是徒劳地挽回死亡。我又看了眼赵诺诺，他几乎快要瘦得不成人形，一张脸却因饥饿而浮肿，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我咬咬牙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天台边缘，环视一圈，满街都是凌乱的车和尸体，以及游荡的感染者。我看向远一些的地方，在距离我们2个街区的地方，停着一台公交车。我们或许可以抵达那里。前往这条街区的路上只有一些零散的感染者，只要动作够快。我的目光来到楼下，天台边缘挂着一张消防梯，只要放下来，我们可以爬到楼下。但问题是，超市下面簇拥着10几个感染者，他们像是闻到了人味似的，不肯离开。我转过头，迎上人们的目光。我说：“有一线生机，但是必须解决一个问题。”老头问：“什么问题？”我们需要在反方向的天台边缘扔下一个诱饵，吸引这群感染者的注意。诱饵？人？说完，我靠着天台坐下来。他们决定抽签决定。老头从兜里掏出笔记本，捏出20几个纸团，分别写上数字，其中4这个数字代表死亡，谁抽到，谁就必须做那个替死鬼。抽签环节开始以后，迟迟没有人上前。我带头走上去，轻蔑地笑笑，捡起一个纸团，打开，18。赵诺诺浑身颤抖，我拍拍他，勇敢一点，去吧，不管你抽到什么数字，我会拿我的数字和你换。赵诺诺看了我一眼，捡起纸团，是16。眼看着2个好签都被人拿走，人们争先恐后的上前哄抢。不多时，台上只剩下一张纸条。我环顾一圈，在墙角看见瑟瑟发抖的林韵。老头喊了他几声，终于不耐烦了，帮他打开纸团，是4。林韵就是那个替死鬼。所有人都舒了一口长气，林韵僵住了。他缓缓转过头，一脸泪水。他跑到我跟前，抱住我的小腿，哭喊着：“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求求你，我不想死！”我一动不动。几个年轻小伙朝我走过来，掰开林韵的手，将她架起来。他双腿乱蹬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是谋杀！你们都要坐牢的！你这个渣男！你不要脸的！”等一等，我站起来。几个小伙停下脚步，将林韵放下来。林韵反应了一会儿，立马抱住我，狂乱地在我的脖子上、脸上吻着。我纹丝不动。他的表演完毕以后，我轻轻放下他的手。林韵，这是公平的抽签，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？他眨巴着眼睛，一脸不知所措。我们中必须有一个人代替大家去死，如果你不愿意去死的话，让我来代替你好吗？他好一会儿没有说话，泪水又涌出来。
他说：“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男人，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。我发誓爱你，永远爱你。”我摇头，但我并不失望。林韵说出答案后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竟然感觉到一丝解脱感。送他去死吧！我转过身，走向赵诺诺，牵起他的手，身后传来一声闷响，楼下的丧尸们蜂拥而去。我带头和赵诺诺爬下阶梯，我们一路小跑来到公交车上，我立刻发动引擎。我感受到身后担心的目光，回头对赵诺诺咧嘴一笑。公交车开始行驶，我说：“放心，我现在很好。”过去的我一直很迷惑，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。但是现在，我终于找到答案了。我把方向盘交到一个小伙手中，站起来。我揽住赵诺诺的腰，他羞涩地看着我：“你就是我的答案。”